阴兵踏进耳熟能详，被人口口相传的阴兵到底说的是什么呢？历史上真的出现过阴兵借道吗？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来自地狱的军队。很多朋友都在不同的小说中听到过阴兵借道一词，在小说《盗墓笔记》中就有关于阴兵借道的描写。他们在黑暗中穿行，既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，规模庞大，却听不到一丝杂音。队伍中不时地出现一些古代的马车，如果靠近仔细去看，会发现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。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人们口口相传的阴兵到底说的是什么呢？有关阴兵借道的两种解释。在民间所谓阴兵借道分为两种解释。第一种是古代或者近代的军队败亡之后，由于他们十分团结，导致他们的精神仍然停留在当时打仗的时间段，虽然身体已经消亡，但他们都认为自己还活着，还需要继续战斗来维护军人的荣耀。这些阴兵往往出现在偏远无人的极阴之地，所以看到过的人非常少。据说在云南的一个偏僻地区就曾经有人见到过，当时还闹得沸沸扬扬。第二种阴兵借道往往发生在一些大灾难之后，而阴兵指的就是从地府前来拘捕亡魂的鬼差鬼将。因为天灾人祸的发生，导致大量的冤魂出现，这些冤魂会聚集在一处，舍不得离去。这个时候地府就会派出鬼差军来拘魂，这里指的是阴兵押解一些怨魂。不过据传阴兵过境不能被普通人看到，一旦看到，轻则厄运产生，重则一命呜呼。而这一次讲的故事是我国真实发生的，在一个群峰下的山沟里，空旷无人的地方，却经常响起各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，厮杀声、惨叫声、兵器碰撞声、马嘶声、马铃声，还有抬棺材的声音。更有人亲身经历，从身穿铠甲的士兵的身体穿过，这不是小说和电影虚构的场景，而是真实发生在云南陆良县的风景区一个叫做金马槽的地方。当地人称此现象为过阴兵。金马槽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相信阴兵借道的传说吗？金马槽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当地村民身心不宜呢？在一处空旷无人的山沟里，听到的厮杀声、惨叫声、兵器碰撞声就发生在云南陆良县名为彩色沙林的地方，距离洛阳县约18公里，在一片群山耸立的山脚下。这是近年来刚被发现的一处奇特地貌，而过阴兵更是为此处添加了神秘的色彩。在彩色沙林的尽头有一处高高的山梁，名为大战马坡。据当地的村民介绍，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次阴兵借道的现象，当地人便将这一处山谷称为金马槽。村民们听到的过阴兵的声音就是在这里发出。相传比较通灵的马到了金马时候就会惊叫起来，哪怕你用鞭子抽也不肯从这里通过。这件事情不是传说，在央视1988年拍摄的纪录片《神奇的彩色沙林》已经得到了证明。后来当地的村民自己查询历史后，惊奇地发现，在1800年前，这里竟然是诸葛亮率领的蜀国军队与蛮王孟获军队交战的战场。当年孟获的军队无力与诸葛亮的军队对抗，为了取胜，孟获请来了精通法术的目录大王先来助阵。目录大王命令孟获的部下挖出一条山谷，并将诸葛亮率领的蜀军引诱过来，通过驱使飞禽走兽助阵，将蜀军逼退进山谷中，让蜀军死伤惨重，因此导致了众多蜀军的冤魂在这里千年不散。真的有阴兵、鬼影、怪声，一处连马都不敢踏进的山谷，真的有阴兵，被当地村民称为发生过阴兵借道的金马槽。从科学角度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在听到众多质疑的声音后，科学家们在这里进行了详细考察，随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，原来在这里有大量的石英岩。虽然石英岩是一种比较普通的矿物，不过石英岩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，二氧化硅具有很好的传导性，于是专家们大胆猜测，会不会是因为石英岩的存在，在机缘巧合下让金马槽保留了古代战场的声音呢？当然，单单依靠石英岩是达不到录音的效果的，还需要有磁铁矿。可惜的是，虽然在附近发现的磁铁矿，但数量极少，
并不能让此地拥有录音机的功能。就算真的有录音机功能，经过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，一定也会被其他声音取代。这个观点被否定后，专家们继续观察了金马槽的构造，认为此处的山谷比较狭窄，整体形状就像一个酒瓶，当有风吹过，就会发出奇怪的声音。从物理学角度来说，是共振的原理。如今看来，风声这一说法并不能完全服众，而科学也无法真正的解释所有有关阴兵借道的传说，因为据不完全统计，没有大量石英岩的地方发生过阴兵借道的事情也是大有存在。关于阴兵借道，你怎么看？你认为阴兵借道是人们在极度恐惧之下看到的幻觉呢，还是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力量？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